那我在以前的节目里介绍过苏联和中共这种领导模式的钟摆规律，就是共产党刚上台的时候是集体领导，很快转变成个人独裁，然后独裁者死后呢再度进入集体领导，但最后仍然会回到个人独裁。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是统治者的个人喜好，还是共产党的统治需要？我已经介绍过了，今天就不重复。那么当然了，现在很多人出于各种原因，希望习近平10年满任就下台。这个10年就换人呢，本来是中共集体领导模式定的一个规矩，但是现在中共其实的领导模式的钟摆已经摆到了个人独裁模式了，所以这条规矩事实上早就作废了。不过呢，很多人没有看出来这一点。我看到最近法国有报道，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有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叫做 Richard McGregor， 和美国一个智库这个战略国际研究中心，他的中国项目主任叫做 Jude Blanchett， 最近呢有过一篇报告，他们认为说呢，习近平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却牺牲了过去40年来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定期与这个他们讲的政治改革指的是定期与和平移交权力，这样一来，他把中国推向了潜在的不稳定的继任危机，对国际秩序和全球商业产生了深远影响。那我不得不说啊，他们2位还真不懂中共政治的规律，他误把10年换人这个中共高层内定的规矩看作是政治改革。这样的看法太肤浅，太牵强附会了。那10年就换人和5年重选人是一回事吗？当然不相干了。像台湾是民主选举选出总统，而中共是中共高层内部禅让。那禅让的过程是一定会可能产生继任危机的。胡锦涛要让位的时候，薄熙来被捕，就与这个高层的权力争夺有关。如果说共产党高层内部商量换个最高领导人就算是政治改革，那么苏共的第1书记赫鲁晓夫被政变下台也算是政治改革了。所以我刚才提到这2位中国问题专家呀，实在是没看透中共政治的内在规律，所以会得出一些糊涂的结论。那么习近平对外是穷兵黩武，对内政治高压越收越紧，当然有很多人恨他。那么其中有一类人是中共官场，因为官场上很多人贪污的手脚被捆住了，就算没有被抓，但是他们转移到国外的钱财现在是摸不到了，因为他连人也不能走，拿到了外国绿卡他也不能溜走，所以这些人心里恨习近平一点都不奇怪。那么另外一类人是希望中国民主化的人，他们认为说习近平政治高压下中国很难发生民主化，那么再等下去就没机会了，因为年轻一代都变得越来越犬儒主义。那么习近平会不会主动终止个人独裁？我觉得完全不可能。因为啊，他接任之前，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它不仅仅是造成贪官遍地，而且使得上万亿美金的外汇被转移到外国藏起来了。那么多年前中共开人代会，有人分析过，说坐在人民大会堂里的中共精英们，相当多的人不是自己有绿卡，就是有甚至有外国护照，而就是子女或者是子女定居国外，所以是靠爹妈在国内供款，在海外生活豪奢。所以有人就讽刺说，中共的人民代表大会啊，是外国人和外国人家长代表大会。那我曾经观察过中共过去10几年的外汇储备变动情况，我发现啊有一个特点，每次中共高层反腐败的风声一紧，立刻就有大批的资金转移外国。最多的时候，2015年短短几个月里就转走5000亿美金，那占中共当时外汇存底的1/6。所以我曾经把习近平接任的那个中国，就集体领导下的这个中共的统治的中国啊，我把它描绘成一个到处漏水的大木桶。那么习近平上任以后就拼命的堵漏，他怕什么呢？怕大木桶里水漏光了，那么中共的经济呢就会垮掉。所以这个掏空中共的资源，
是中共集体领导模式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习近平为了挽救中共的统治呢，就必然会转向个人独裁。那么另一方面，中共的集体领导这个模式对中共而言也不见得是什么好制度，它会让中共短命的。刚才讲的大木桶漏水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它不能够简单的用政治高压的松紧来研判中共的集体领导和个人独裁哪个好哪个坏，两个都不好，这是很明显的。那只要中共在统治，它采用集体领导模式也好，个人独裁模式也好，都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统治。那么实际上从共产党的统治历史来看的话，一旦它进入个人独裁的领导模式以后，从内外环境来看，它都很难主动摆脱。也就是说，个人独裁的领导人，这个最高领导人不管他个人是否恋战权力，他都没有办法说不掀起政治风浪而平稳地转移独裁者的权力，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从他的中共的国内环境来讲的话，通常个人独裁模式都是在某种困难情势下才出现的。那么个人独裁或许是可以拉长共产党政权的寿命，但是它根本没有办法改善它内部的困难。那么就经济层面分析呢，我在以前节目里谈过，中共现在的经济处境不是蒸蒸日上，而是每况愈下。那么就政治层面来分析呢，习近平的政治高压不单是针对社会大众的，也是针对官场的。所以严重的社会不满和官场不满被长期压抑，难以发泄。那一旦习近平要退位的话，这些不满是马上会借机爆发的。所以谈到中共的继任危机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想到说，这个个人独裁的最高领导人将来没有办法顺利转移权力，这是事实，我们上面刚讲过的。那么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个人独裁的最高领导人死了，然后就会爆发高层的权力斗争。但是也要看到，个人独裁的最高领导人其实也是坐在老虎背上的，就是说他也下不来的，他没办法顺利的转移权力。如果他非要禅让，那么同样会爆发高层的激烈权力斗争，而且呢，独裁领导人制定的政策可能翻盘，引起更大的内部混乱。这个是我指中共内部的环境而言。那么只有中共的外部环境而言的话呢，中美冷战已经被习近平点燃了。现在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可能的紧张情势是会时起时伏，但是呢，冷战的基本态势不会自然消解了，中美双方会持续的扩军备战，不断会出现新的热点，然后在热点地区展开一番较量，然后再休整一段，新的热点又冒出来。那么就目前局势来看的话，今年1到4月是中美军事对抗的一个高峰期，现在双方有这个偃旗息鼓，好像是进入一个休整期了，但是有可能它还会出现一个新热的，比方讲台湾有没有可能一个热点？那么可以判断的是，南海会是下一个不可避免的热点，双方还会进入高度紧张。所以这种高度紧张的外部环境，使得中共的个人独裁的领导模式它不可能顺利转换成集体领导模式。也就是讲，钟摆摆到个人独裁以后它摆不回去了，卡住了。那么最后是什么结局呢？我觉得说是冷战的结局决定中共的结局。那么中共的个人独裁也可能随着冷战的终结，冷战的终结会终结中共，也只能是终结中共。那么那样的话，中共的个人独裁也就随着中共的终结而自然告终，成为最后的独裁。那对我们在外面的人来讲的话，某些人可能希望说中共不要穷兵黩武所以讨厌习近平，希望说有一个温和一点最高领导人出来。问题是，中共选择集体领导模式也好，采用个人独裁模式也好，都是中共自己的家事他什么时候会为此征询外面人的意见？所以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话，就是不要把自己不当外人，就是说意思是别人的家务事，外面人是插不上手的，外面人讲话讲多了，就显得很矫情了。那么如果判断习近平不会主动转移权力，那么他老了以后可能会选择当太上皇，培养一个事事听话的小皇帝。这就像乾隆皇帝
晚年85岁了，让位给嘉庆皇帝，但大事都还要乾隆皇帝自己来批准，一样，这不过是个个人独裁的老年版而已。